对于没有看过漫画或原作动画的观众来说，这也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作品，会激起追原作的冲动。请务必在电影院见证这个超级讨厌麻烦的纸觉醒自我的过程。大家好，我是伊麦，今天要向各位分享一部粉丝向的电影剧场版《蓝色监狱》。这部电影将带你见证天才 Nagi 陈四郎的觉醒之路，并于2024年7月12号全台上映。虽然没看过原作漫画，但原作动画可是一次性追完。但得知动画将拍成电影后立刻安排行程，特地在4月飞到日本观看《蓝色监狱》。令人惊喜的是，观众中有80%是女孩子，大部分是穿着制服的女高中生，甚至还有一个穿着垫高椅的小妹妹。只能说电影院里真是香气四溢啊！扯远了，这部电影主要聚焦在蓝色监狱中的超人气角色紫陈四郎，他的口头禅是 Mendokuzai 麻烦死了。故事讲述他从充满无趣的人生中，因为御影灵王的出现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灵王想赢得世界杯的梦想，以及两人之间的羁绊，为整个故事增添了无数亮点。直到遇见杰斯一的利队，逐渐被名为好奇心的自私所吸引，觉醒成为天才的未来。即使你对足球一无所知，也会被这部电影的魅力深深吸引。接下来的影片会有满满的剧透跟彩蛋，若还没观看的建议关掉影片，若不介意的就继续留下，给你几秒钟考虑。紫为视角的新鲜故事展开。蓝色监狱原作动画是从杰斯一的视角到第3阶段结束，但这次从紫的视角进行，可以深入了解到各场景中的紫抱有怎样的心情，深入认识紫陈四郎这个人物。故事开始，从紫陈四郎与御影灵王在百宝高校的相遇开始，只用脚接住掉落的手机。在原作第8集则是以灵王的视角，而剧场版则是以紫的视角。两人相遇的心情分别是：紫说这个人到底在热血什么？是为了我吗？灵王 OS我的人生充满了无聊，直到遇见足球和紫陈四郎。对比这两个视角，真的是两个世界。接着出现新角色田冈了，足球全国大赛常客的强校太田高校队长登场。他是收到灵王父亲的指使，作为练习赛的对手出场，非常的傲慢不逊，藐视他人。然而他最后被灵王出色的盘球能力及指的远程控球射门得分给彻底击败，也让田冈了认为他们是怪物二人组。随后他们收到蓝色监狱的邀请信，选拔赛被招募进入蓝色监狱。熟悉的角色杰斯一和彗星圣巴再度登场，彗星向大家解释蓝色监狱的目标。随后杰大喊一声便跑起来，300名来自各校的前锋也随之奔跑。那股热血的画面，即使再看一次依旧令人激动。此时紫还特意看向杰，难道这时他已经对杰产生了某种感觉？然而紫因为懒散的个性一度想要退出，但被灵王拉住，开始了300人的选拔赛。由于电影的时长只有90分钟，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会有些赶。从最初的鬼抓人游戏开始，规则与原作动画版相同，但当紫被球击中时，他说了一句我是鬼啊，人以为他要大展身手，结果他又坐了下来，灵王只好跳出来帮他收尾，真是太可爱。紫还一脸理所当然的说，如果是灵王一定会这么做的，连灵王的行为模式都被他掌握了，这对 CP 真是神要无比。在鬼抓人的过程中，他们与剑城斩铁相遇，紫和灵王称他为笨蛋斩铁。在澡堂中，斩铁向紫分享他想成为最强前锋的理由，要成为被世界尊敬的笨蛋。接着在第2次的选拔赛中4连胜后，他们终于与杰所在的利队碰面，这也是电影中最精彩的一段。与杰的相遇，利队 vs 利队。与杰的相遇这部分与电视动画版几乎相同，但杰与紫的互动仍然令人兴奋。紫不明白杰为什么这么努力想要赢，充满了执念。这也意味着与灵王的分离即将开始。一直以来对一切都觉得麻烦的紫，在这场比赛中遇见了努力的自己，并发现足球的有趣之处。然而当紫试图夺取千切爆马的高远球时，杰突然介入挡在紫前面，并将球传给千切。千切说了句名言，杰你很乖等等，就给你一点奖励吧。于是开始了波状攻击，最后在尾牙完射门后被弹回的球制造出国神炼界的射门领域，成功进球，比分追成4比4平。被全力争取胜利的 B 队逼迫，随后紫在面对杰时展现了背面截球等技术，感受到自己在与杰的对决中不断进化。而在久远的犯规下倒地并获得的任意球中，紫目睹了即使是灵王也会在关键时刻被名为好奇心的自私所吸引，自己射门。这个场景也对后来的紫产生了影响。最后的反击，从风乐回杰千切的行进传球，音乐响起，瞬间充满魄力。就在跑动的杰面前，紫看穿杰在射门前必定会先停球的习惯。然而杰意识到这种方法无法战胜紫，于是杰觉醒，找出属于他的成功方程式，靠自己的射门夺下胜利。这一幕在原作动画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讲述了描述杰的心情。若不是紫的做太多多余的事，
子这句话的启发，子就不会觉醒。而在电影中则展示子对杰产生的执着心情，我要把你的足球、你的热情不吞噬掉。子也在这一幕被不断进化的杰所吸引，虽然子到最后还没有放弃比赛，但时间已到，比赛已成定局。而到最后都不放弃的姿态，对胜利的执着，都是以前的子所不可能有的。灵王清楚地看到，子不是因为与自己的胜利而改变，而是因为从杰的失败中觉醒。子唯一留在心中的想法就是不甘心，这是同队的灵王无法给予的。这段原本在动画看过的故事，从子的视角看立队，感觉完全不同，会觉得立队根本都是怪物。子也在这次的失败中开始意识到足球的乐趣，与杰的对决发现自己的不足，让他燃起了更强的斗志。于是从这里开始带出了电影的主轴，天才子成四郎真正的觉醒，不再被动的踢球，而是主动的去挑战自我，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结尾与彩蛋，电影的前半段描述了子与灵王的相遇，并深入描述了两人的心境。灵王将子视为宝物，这种当千里马遇上伯乐的世人之说，让人深深感动。随着剧情的发展，子与立队的对决成为他觉醒与成长的关键点，一路的铺陈引导观众看到他们的友情即将面临考验。子邀请杰组队，却因为风乐的存在而被拒绝。最终在灵王在场的状况下，只选择了杰而非灵王。这段友情的崩坏带来强大的冲击，特别是从电影开头就熟悉子与灵王的观众来说更是震撼。电影的后半段急转直下，以看过电视动漫版为前提，几乎全被剪掉。电影版的结局与原作动画的结局相呼应，大幅跳跃到第3次选拔，子与杰风乐组队进行3对3的对决，却草草了事。90分钟的片长实在太短，多能再长一些，就能更细致的描写这些关键情节。片尾彩蛋来到子与灵王的原创场景，在迎战 U20 日本代表的蓝色监狱队中，子穿上了7号球衣，而灵王则穿上替补席的外套，这意味着子是首发球员，而灵王是替补成员。即便如此，灵王还是将手套递给即将上场的子，并说道：待てろ天才，等待吧天才。最后只说出了俺はナギセイシロダ，我是子成四郎这句话。随后剧场版的标题出现，完美的前后呼应，这就是天才子成四郎的觉醒之路。主题曲 Stormy 让人感动，当电影中响起 Nasi 跟 Sky High 的 Stormy， 里面的歌词非常符合子与灵王的情感跟心境，完美的表达他们在进入蓝色监狱前后的心情。例如其中的一段提到：麻烦的我，因为你触碰了我，所以我觉醒了，去夺取只有一个的皇冠，我们在迷宫中再次相遇。这首歌不仅是对角色心情的写照，也是对观众的一种情感共鸣，让大家更加投入这个充满挑战和梦想的故事中。特点细节满满，入场特点的册子极为豪华，内含作者等人为剧场版上映特别创作的篇章。这个特别篇讲述了在太田高校对战的前一天，灵王带着子来原宿购买球鞋，并试图说服子一起踢球的故事。故事一开始，灵王兴奋地喊道：击败太田高校吧！但子觉得麻烦，兴趣缺缺的回应：感觉很麻烦耶，果然我还是不要踢足球了。灵王大喊：不行！因是拖着子去买球鞋，让他以直觉选了喜欢的款式。子随手指向银色球鞋，而灵王则选了金色球鞋。在对战太田高校时，仔细看会发现他们都有穿上。成功购买球鞋后，只看到甜点店想吃点心，便买了苹果糖。灵王则选择草莓糖，两人边吃边闲聊，只表示世界上还有比自己更厉害的人，可以跟他们一起成为世界第一。灵王则说：确实如此，但我没这样想过。不过如果你变成没用的混蛋，我就会立马抛弃你。子淡淡的回应：真无情啊。随后灵王开始诉说：我是非常优秀的人，能被我认为很厉害的人，你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个，根本没有人能取代你，这是我的直觉。天哪，这是告白吧？听了灵王的真心告白，晃神的子不小心撞到路人，苹果糖也随之掉落。灵王迅速的提起糖果糖，随后在人潮中开始传接苹果糖。灵王提出条件：如果这个糖没有掉落的话，你就不能再说不踢足球，可以吗？在子思考并听回糖果时，灵王接住苹果糖，契约成立。子与灵王立下踢下足球的誓言。语毕，灵王的草莓糖掉落头上，子无情吐槽：失败了啊。灵王解释：不，你的苹果糖没事呢 ，safe。这是相当有趣的短篇故事。接着是 Episode 子的漫画绘师三宫宏太的人物设定，这部分详细介绍子的角色特征，还有灵王吐槽，因为穿着制服还搭配帽 T。至于灵王的部分，子还调侃他包包里面装的都是现金吧。最后则是各漫画家所绘制的应援图，有晋级的巨人剑山创老师画的四一，这简直像是艾伦来踢球吧。青之驱魔师的加藤和绘画的子超适合他的画风。钻石王牌的四岛裕二画的子十分帅气，魔导少年的真岛浩画的子则非常可爱。其他还有女朋友的作者红信，擅长捉摸人的高木同学的作者山本崇一郎等等。最后来说说整部的优缺点。优点一，天才子的觉醒，看到天才子一步步觉醒的过程，令人兴奋不已。二，精彩的比赛， V 队和立队的比赛依旧精彩，战术的设计和对足球的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三，角色
色刻画，对紫、灵王、斩铁的角色刻画更加细致，尤其是斩铁想成为最强前锋的理由描写得非常感人。4. 动人音乐，音乐相当好听，无论是前段对决太田高校时灵王传球给紫，还是后段峰回乐传球的那段，都令人印象深刻。缺点，剧情删减，剧情删减过多，若没看过原作动画，可能会感到一头雾水。2. 重复的画面，重复使用了许多动漫中的画面，让人以为在看总集篇。3. 露腹肌的场景，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优点，原作中并没有那么多露腹肌的场景，让人觉得这部作品是为女性观众而制作的福利。好吧，我去看的时候真的发现观众大多是女孩子，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分享你那场的男女比例，我真的很好奇。4. 既然是从紫的视角出发，我还蛮想看到2次选拔中紫的心境描写。总结，本作让人意识到，即使熟悉蓝色监狱的故事走向，只要主角变了，就能从不同的视角享受这部电影。每一帧的足球场景和动画都充满魄力，球被踢出、进球、选手移动时的声音都让我起鸡皮疙瘩。结尾进度超展开，删减了很多片段，对于初次观看或不了解的人来说，后半部的剧情可能会跟不上，但对于粉丝来说，这是一部非常享受的电影。如果能做成120分钟的电影会更好。从片尾的字幕来看，感觉人手有点不足，如果能再多一些资金和时间，这部电影可能会成为名作。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作品，所以多少感到有些遗憾。再加上最近刚看完《排球少年热车场的决战》，感觉这部电影的临场感稍显不足，比较像是蓝色监狱的外传总集篇，剧情还直冲日本代表战。真希望日本代表战有机会可以改编成电影，那会更加精彩。最后，紫的配音是岛崎信长先生，完全就是紫本人的感觉。在搭配剧情中，紫在足球上的天赋和成长，还深刻描绘他与灵王之间的友情与羁绊。对于曾经孤单的紫来说，灵王是呼喊他追逐梦想的人，无论是否成为世界第一，紫都希望灵王在他身边。这种令人焦急又可爱的感情，让人忍不住想要支持这两个人，真想说赶快给我交往啊！也因为他们的羁绊，才使得紫选择结的场景变得让观众非常震撼。我大胆猜测，这部电影后灵王的粉丝会大增。以下欢迎留言，你是不是灵王粉？最后你看完有什么感想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哦。我是一麦，下次见。